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都会上载一支影片的荧光笔工作室。那马来西亚呢是个美食天堂呢，应该不太有人会质疑吧？但是呢，美食吃太多的话呢，也是一种问题哦。根据呢最新的大马健康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大马人都有超重还有肥胖的问题，是整个东南亚呢肥胖症排名第2的国家。那相信呢大家都知道啦，肥胖是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健康问题的，比如说是心脏病、糖尿病，还有三高等等。那问题就来了，这3种疾病同时招来，你有没有中了哪一个？我也不是在诅咒你，可是是真的。我们现在身边呢，真的很多人呢，很年轻都有三高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城市人的这一些疾病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呢？那这一类疾病呢，其实呢，也被称之为非传染性疾病，又称为慢性病。其实呢，目前马来西亚人的死因有73%都是由慢性病造成的。而这个慢性病的普及还有环境变化呢，其实又是息息相关的哦。这是因为呢，环境会改变一个人对食物的触及率，还有饮食决策。我们就有发现呢，城市环境呢，从各个方面就威胁了人民的这个健康嘛，就造成了这个城市人体弱多病的现象。之前呢，其实我们有做过一支影片呢，是关于城市蔓延的。那还没看的朋友呢，记得要点击来看哦。那看看这个城市蔓延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影响到我们？马来西亚越来越城市化，大家身体越来越多病，都是有原因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破解6大原因。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那城市化呢，就造成了粮食危机。粮食危机这4个字呢，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哇很大很沉重嘞？但是呢，我们提出的这个危机呢，并不是粮食的充足性，而是粮食的取得性。简单来说，我们拥有健康的食品，但是问题就是健康食品太贵了，取得性不强，人民呢就只好选择相对便宜又耐饱的食物。2000年到2015年之间呢，马来西亚半岛呢有10%的这个农业地被转为非农业用途，这就造成了城市对于郊区农产品的依赖增加，同时呢也提升了城市的生活成本。比方说，吉隆坡的食品需要从其他的州运输，再加上现在的这个油价上涨这样子一来呢，食品的价格就因为需求还有运输的成本增加呢而变得更高。那对于低收入还有中产阶级的群体来说呢，他们就不得不选择更便宜但是营养价值低的高热量和重度加工的食品。这类的食品呢，就是肥胖症还有其他慢性疾病的元凶哦。那随着这个城市化的影响呢，城市中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就让我们呢很少亲自下厨，反而呢会倾向于选择方便的加工食品。你不觉得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快餐还有奶茶店是比超市还要多很多的吗？快餐还有超商中的这一些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品类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些食品的 marketing 还做到非常的好所以呢广告就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那更要命的就是呢，那种饭后一杯奶茶或甜点的这一个饮食习惯呢，已经是成为很多人的日常了，这就增加了人们得到慢性疾病的风险。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其实呢，这也刺激了连锁饮料店和快餐店的迅速扩张，因为有生意做嘛。于是呢，就鼓励了新品牌进驻一些大马的城市，而城市地区呢，变成了针对不健康食品进行积极营销和广告宣传的中心。那这一些广告呢，通常是针对生活节奏快的城市人口，推广素食和甜食的这个方便性和美味，进一步去推动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的形成，减少人们呢花在食品准备上的时间。再加上呢，这个预包装的即食餐还有素食，因为它的方便性而变得非常的有吸引力，也导致了我们更多人更加的依赖素食，而不是家庭烹饪。由于不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呢，那城市化就会导致人们摄入更多更高能量的食品，但是又缺乏必要的这个营养素，比如说是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种营养失衡呢，就增加了各种健康问题的风险。
城市的居民呢就面临更高的这个肥胖、糖尿病、心脏病和高血压的风险。那现在城市的这个便利设施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舒适，但是也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走动。例如说呢，在对比走路20分钟或驾车5分钟的路程当中呢，你跟我应该都会选择驾车5分钟吧？因为呢，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再加上呢，马来西亚不完善的这个遮阴设施呢，也让人们呢更倾向于选择开车吹 aircon 而不是走路啊。那我们呢也做过一集马来西亚人买车是被逼的，还没有看的朋友呢可以点开来看。那在城市这一个高加工食品和缺乏体力活动的环境当中呢，久而久之，这就导致了卡路里的累积，进而引发了超重、肥胖等健康问题，而且呢又再度的延伸至代谢综合症，例如是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啦，还有高血脂等等疾病。马来西亚呢有很多的这个城市呢是缺乏步行道还有自行车道的，所以呢人们呢都普遍会选择开车出行，因为呢大马城市的规划很少将步行还有骑车纳入考量嘛。那所以呢就在一些研究当中呢就有发现比起高走动性的社区，低走动性社区的人们增加了5.4%到9.2%的超重和肥胖风险。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城市规划呢也提供了比较少的活动空间，土地空间呢被发展了成为这个商业大楼或停车场嘛，于是呢就使人们活动的空间变得更少，促进一种不鼓励人们走动的现象。那这样子呢，每一天长时间久坐通勤，又忙于工作，压力又大，又不运动，都是造成肥胖或慢性疾病的这个主要原因。根据研究，空气中的 PM2.5 污染物增加会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甚至会导致体重指数 BMI 增加。马来西亚的这个空气质量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其实呢是已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年度空气质量指导值的这个4.5倍，并排名于世界第38名，是2023年最差空气品质的国家，这也是导致健康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哦。空气质量指数 PM2.5 指的就是直径为等于或者是少于2.5微米，漂浮在空气中，而且可以被吸入体内的这个细颗粒物。这都是因为呢，城市化呢会有更多的工业产地，更多的这个汽车行驶，并且需要更多的这一个燃料燃烧，而产生出空气污染物，例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这可导致体内的这个营养消化还有吸收的影响。举个例子，铁是需要和氧气结合才可以被吸收的，但是呢，一氧化碳会以300倍的亲和力和这个铁蛋白复合物竞争氧气，从而就降低了血液当中的这个血氧能力，还有肺中的铁含量，进而就导致了贫血、心血管疾病，还有缺氧。这也导致了人体无法负荷强大的体力活，而间接导致人们会更快的没有力气啦，还有更低的这个日常能量的消耗。城市的这个快速发展，还有高的这个生活成本呢，其实是会让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加非常的多，爆炸。再加上呢，长时间的这个通勤啊，还有昂贵的生活费呢，都会让我们处于高压力的状态。那么呢，这个巨大的压力呢，就会怎样呢？它就会开启我们人体的这个战斗模式。而为了要这个备战呢，就会提高了人体的皮质醇。那高的这个皮质醇水平呢，就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来增加我们的食欲，促使呢城市人呢摄入更多的食物，让人们呢就会在不饥饿的情况之下，就会一直吃，导致呢这个能量过剩，增加了这个肥胖还有慢性疾病的风险。It's me， 你是不是也是呢？留言让我知道一下。以上呢就是6个为什么马来西亚越来越城市化，可是大家却越来越体弱多病的原因。其实呢这一集呢是延伸至我们的这个城市蔓延的，让你知道城市蔓延的原因之后呢，再进而补充到底是怎么样影响着你我的健康。但是呢，虽然已经知道城市蔓延跟我们的这个健康呢有息息相关的问题，但是也不是你不忌口不运动的这个借口哦。或许呢我们想象中的城市是很繁华的都市，但是啊这些潜在的文明病呢也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预计呢在2030年呢，马来西亚的城市人口即将要达到80%，这将会对公共卫生造成巨大的挑战，那也会造成我们的社会成本的高昂啊。所以呢，我们荧光笔工作室呢，希望你跟我呢都可以一起呢照顾好彼此的健康，一起成为健康的马来西亚人。要打仗的时候也比较 say hi。其实这支影片呢，是有一个观众朋友呢看了我们的这一个城市蔓延这支影片之后呢，就觉得说哇，我自告奋勇想要帮我们来就是写这支影片啊，非常的谢谢他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数据。我
们在这个描述栏的部分呢，也有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文献出处。这是荧光笔工作室一直以来呢，都希望可以达到的，就是我们希望呢，可以累积更多跟我们有同样的社会关怀的朋友们，或者是呢对一些议题关注的朋友，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共创更多更好的资讯和内容，来帮助马来西亚。那也鼓励大家可以延伸阅读。当然，你没办法写文章，但是呢，留言处跟我们多多的交流，或者是把我们的影片 share 出去的话呢，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支持哦。当然，更实际的支持就是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一个月呢1杯，不要讲奶茶啊，奶茶对身体不好，就是每一个月呢只要15块的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做更多的影片，还有可以走更远哦。我是依依，我们下支影片再见。